比特币在减半后能创造多少涨幅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呢依然持有之前所开的这3张多单，那仓位价值、入场价其实一模一样，都没有改动的。你可以发现呢，现在 Solana 已经来到了将近$100了，所以其实我们回复的速度呢非常之快。那我们现在的利润呢，虽然说资金费率确实是不少啊，但我们现在依然掌握了有好几千美金的利润。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现金哦，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那你也可以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36.5的现金。那这两者呢，你可以叠加领取，所以总和可以拿到$66.5，一样可以直接提币走，绝对没问题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距离减半啊，只剩下71天22个小时了，大概是72天左右。72天呢，大概就是2个月，我们只剩下2个月就要减半了，时间非常快，我们很快就会迎来减半了。那我们应该探讨一下，我们在减半过后能创造多少涨幅呢？还有比特币在过往的周期当中啊，我们从熊市底部到牛市最高点的涨幅呢，基本上可以分成2段。第一段就是在减半之前，第二段是在减半之后。那如果我们复盘一下比特币过往几次周期的历史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好，首先我们先回到我们这个图表。那这个图表呢，虽然说数据我们都整理好了，但是呢，我们必须从头整理起，这样大家才知道这到底在整理什么，它实际代表什么意涵。好，那首先呢，我们先回到在周线上，我们先标示出每一次减半它的时间点，每一次减半它的时间点。那很显然的，我们下一次减半呢，就会在2024年的4月份左右，4月中哦，或者说4月初哦，可能在这个时间点附近。好，那我们上一次减半呢，这个毫无疑问啊，就是在20年的5月11号。那么再上一次减半呢，你可以看到是7月11号，16年的7月11号，每4年为一次周期。那再上一次呢是21年的11月26号，基本上就这几次。你可以发现呢，减半过后啊，比特币它就创造了非常惊人的涨幅，真的是很夸张啊。那我们即将迎来减半，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多消息。但是呢，如果我们复盘啊，我们可以发现啊，其实我们在过往的几次上涨当中呢，我们上涨啊，它的比例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过往几次呢，基本上我们在减半前的涨幅呢会蛮有限的，然后反而是减半之后呢，涨幅都会集中在减半后。那我们可以稍微测量一下，我们在这轮牛市呢，当时是14年这一轮的牛市，13年的牛市，我们的涨幅呢是57000%， 57688%。那我们就稍微标示一下，总涨幅是多少呢？是57688百分点。那我们在减半前创造出了多少涨幅呢？我们稍微测量一下，我们从熊市底部开始测量，然后一直到减半，我们涨了526%。所以我们就稍微标示一下减半前我们创造了多少呢？576%的涨幅。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减半前呢，相较于我们总涨幅来说，其实它是比较小的。那反而是我们在减半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减半后呢，创造的涨幅就非常可怕了，有9621%。好，那我们可以稍作记录一下减半后是9621。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稍微计算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呢，我们拿减半前的涨幅然后去除以减半后的涨幅。那我们会得到一个数值我们就简单的表示，然后把它表示成呢前跟后，然后前除以后。那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数字呢？好，我们把576去除以9621，我们可以得到0.0590.059左右0.059。好，那这个比例其实是非常小的所以它可以帮我们标示出呢，或者说它可以显示其实我们过往呢在减半前的涨幅是比较小的涨幅都集中在减半后。那我们再测量一下下一次，到下一次呢，其实这个情况呢它还是有出现，但是
就已经有获得改善，或者说比之前要小了非常多了。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从熊市的最底部啊，然后一直到减半前呢，我们创造了300%的涨幅哦，300%，其实已经变小了。那其实我们观察我们过往的几次上涨的，过往的几轮牛市啊，我们都可以发现哦，其实涨幅是不断的在缩小的。那我们上一次呢，整轮牛市啊，它所创造的涨幅呢，只剩下11245了哦。那比之前的50000%就要小了非常多，11245哦，比之前又小了非常多。那我们减半后的涨幅呢，当然也缩小了，这个绝对是没问题的。我们测量一下，大概是2961哦，2961比之前的9000多%要小了非常多了。好，那我们又可以算比例，那这个比例呢，一样哦，我们可以标示着300，然后就除以2961，可以标示着我们涨幅它分配的比例。那我们一样可以发现呢，基本上啊，大多数的涨幅呢是集中在后半段，但是呢，这个比例它有提高。那这个比例提高就代表说，我们在减半前的涨幅其实是有越来越大的哦，减半前的涨幅是有越来越大的，占整轮牛市的上涨的比例。那么到了20年呢，这个现象就越来越严重了。好，那我们再把全部的数据呢都给测量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总涨幅啊，它正在缩小，1881%哦，比之前的这5万多%、1万多%都要小的非常多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我们在减半前呢，我们创造的涨幅其实也非常的夸张哦，有来到了211%，211%，其实跟我们这一次呢差不多哦，211%。你可以发现我们减半前的这个涨幅啊，哦，它其实占整体的上涨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在减半后呢，创造了585%，585%的涨幅。等一下我们也会做一个通盘的整理。然后我们如果拿减半前的涨幅去除以减半后的涨幅呢，可以得到211除以585，我们可以得到0.36。你可以发现这个数字啊，它一直在提高，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拿来看我们这一轮的上涨，我们一样可以做个统整哦。那你说总涨幅它会是多少呢？这个我们确实是不知道。那减半前的涨幅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一拉，大概是200%，或者说比200%多，但至少呢都有200%左右，所以我们就打一个200%，然后加。那我们总涨幅呢，它一定是更少的，所以我们是1881%，1881比上一轮的绝对要小。那减半后呢，这个我们不知道。那这个前除以后，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好，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全部都整理完了，我们可以来统整一下全部牛市啊，它的趋势是怎么样的，或者说它涨幅的分配是怎么样的。我相信这对我们在操作上呢，绝对非常有注意。我们可以观察到呢，我们先观察一下总涨幅。如果我们观察总涨幅呢，我们可以发现总涨幅它一定是在逐渐缩窄的，这个其实也很合理，因为比特币的市值呢已经攀升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你要让它再有这种几千%、几万%的涨幅，说真的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我们从5万多%、1万多%、1800多%到我们这一次一定比1800多%要小，一定比1800多%要小。那涨幅绝对是逐次缩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那么减半前呢，你可以观察到500多%、300多%。当然了，我们观察绝对的数值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我们观察前后呢，我们要去对比一下它的比例是多少。你可以发现呢，这个数字是在逐年的上升的，从0.059一直到0.1，一直到0.036那我相信呢，我们在这一轮不好意思这个不是0.036，这个是0.36。0.36、0.059、0.1、0.36，那到这一轮，我相信它只会更提高。那当这个前除以后的数值提高，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说我们在减半前的涨幅呢，其实跟减半后它的涨幅呢会缩小，也就是减半前它所占的比例呢会越来越高，也就是减半前的涨幅会越来越重要。那如果说减半前它已经占了这段牛市非常大比例的上涨的话，我们在减半前我们就一定要好好把握。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想说，牛市就是减半后才会开启的，所有的涨幅都是集中在减半后。我们可以从趋势就可以告诉你，目前这种趋势呢已经越来越小了。趋势不是这样子的，趋势呈现的呢就是涨幅慢慢
越来越多被分配在减半之前，而不是减半之后。所以减半之前的涨幅，我们要把握呢，也是相当关键、相当重要的。那我们可以稍微推估一下如果你说这个总涨幅它越来越窄的话，这轮会是多少？我们保守一点好，至少有个1000%，也就是从最底部呢涨10倍。那你说15000涨10倍到15万，现在已经将近5万块了，5万到15万，也就是一个3倍的涨幅其实已经有限了，所以我们在减半前呢，绝对要好好把握，绝对不是说我们牛市呢减半后才应该好好把握，这个已经是以前的思维了这个已经是以前统整出来已经过时的东西了。从趋势来看，它就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从前后对比呢，这个比例在逐年升高，就可以看到这个情况。我相信这个前后对比的比例呢，在这一次它一样也会升高的，尤其我们在这一轮呢，其实你说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的利多跟减半的利多哪一个比较大？一定是现货 ETF 通过的利多比较大，那这个力度绝对是比较够的。所以其实在减半前呢，我们就绝对要吃好利润绝对不是说到减半之后呢它才会出现大部分的涨幅。那我们减半呢也只剩下72天，非常恭喜各位撑到现在了，我们即将迎来比特币很狂暴的上涨。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